嗨，大家好，我现在骑行在4桥3桥的大桥的桥面上啊。刚刚呢已经完成了从祈福新村骑到4桥3桥的这一段路程。现在呢我要从前面的台阶啊推着我的单车下桥，然后呢沿着4桥水道岸边啊去骑行到4桥的老街。虽然是一个转盘型的台阶，但是呢它还是在中间铺设了一些防滑的坡道啊，让你可以推着车上下。我觉得这个设计还算是人性化。这里呢就到了沙堤路啊，如果一直往前走呢就可以去到平山冲那边啊。上次专门在这边走过，但今天呢我要走相反的方向啊，往市里去。这个方向呢就是我今天要去的方向，但是呢可能这个岸边的路有点窄啊。看看桥下阴凉处啊有多少个人在这边垂钓啊，这应该是一项喜闻乐见的群众活动。好，我现在呢从这个桥下开始出发。这边呢就应该进入到老4桥的区域了啊，靠着4桥水道这条大河的滋润，从古代到近代的4桥啊，这座千年古镇呢，就是靠着在水道边由运输而生的市集贸易啊，形成了一座从古到今的名镇。但是到了近代啊，工业化革命随着公路铁路的建设啊，就依靠这些水道来运输物资，在水道旁集市这种模式呢就渐渐式微了。这样呢就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这座古镇的衰落啊。所以现在的番禺早就不是以4桥为中心了，而是另起炉灶，在万博商务区那边呢建了一片新的城区，应该说更具现代化啊。这边呢是长堤西路啊，这边有非常开阔的河畔的平台，那我就到平台上面来骑一段吧。
这边上次也来看到过的啊，就那种水上人家，就他的家呢就是一艘船，他在船上生活啊，还养狗养猫，怡然自得，过着相对原始的生活，但是呢也算是低碳生活啊，自得其乐。这边最传统的文化活动呢，就是唱乐曲啊。因为这边的老百姓呢，全部都是讲粤语的人士，普通话呢一般都是会听不会讲啊。但是粤语呢，就流行于整个珠三角乃至广东省。另外还有个原因呢，就是这里离香港、澳门比较近，所以这边的居民呢，长期以来都有收听香港的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的习惯，所以呢，粤语文化圈啊，在珠三角是难以撼动的。岸边的这些大榕树啊，非常赏心悦目。这边呢，就是市桥的一个平安码头的所在地啊。老百姓呢，在这边休闲打牌，但今天唱歌的人不是很多，是非常富有地方色彩的一个社区文化公园吧。打牌应该是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了啊！你看啊，基本上都是打牌的人们。
终于听到有人在练唱乐曲了。看得出来啊，当地人对本地文化的热爱。到了这边呢，突然发现啊，原本跨在四桥水道上的座大桥四桥大桥呢被拆掉了，当然肯定是为了重新建造啊。你看，只剩了一点桥墩了。原来我在这座桥上开车骑车都路过很多次的。那我就趁机呢，在原来的四桥大桥跟前啊，现在变成一个拆掉的模样了，休息一下。我看一下地图啊，从这边去番禺广场呢，并不远啊，大概也就几公里的路而已。所以呢，我就想偷个懒，看看能不能骑到番禺广场搭地铁回新村去呢。好，现在呢，左转到这条四桥工业路啊，看看前面应该有条直道，可以直接去到番禺广场。随园茶楼应该是蛮有名的一个本地的茶楼。正好呢，在四桥老城中间穿过啊，也可以看看四桥老街区的样貌。
现在呢，来到了桥东路啊，顺着这条桥东路，看看能不能去到潘玉广场。左侧是番禺区的中医院啊，巨大的一个医院，本地人应该更相信中医吧。你看啊，这些四条老街道啊，虽然马路呢也进行了拓宽，两边呢也建了一些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所谓的现代建筑，但是呢，确实很丑陋，跟一座千年古镇毫不沾边啊。反而如果像某一些古镇还保留着以前的风貌，它还能够成为一座旅游型的城市，或者是休闲度假的城市。但是这边呢，完全就是5线城市的模样，怪不得年轻人都逃离啊。但是普通老百姓想不了那么多，他们关心的都是眼前的利益啊。怎么让一个以前连上下水都没有的不适合居住的房子呢，尽可能的搬到一处有公共卫生设备的，最起码居住环境来讲有所改善的地方。那些做小生意的人呢，能力也有限啊，他就在这样的街道的街铺呢开一个小店，养家糊口啊，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是呢，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只不过呢，大家都是那种相对低层次的理念，当地的政府呢也没有这种能力进行前瞻性的规划和持续的城市改造，最终呢就变成了这种你再要改造就非常困难的局面。这样呢就不可避免的使得这座有名的古镇最终只会停留在大家的记忆当中
这边呢已经变成了平康路。相信前方的高架路呢就是番禺大道了。番禺广场站呢就在前边了。7转8转呢，把这个转糊涂了啊！原来又走过了头。好了，我到目的地了，就在这边结束我今天第2段的骑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下一段骑行再见，拜拜。